Hello，新漫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崔雨欣，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复杂性，就是它的人设。然后，因为当时我看到祖训的时候，其实祖训上的谢欣旭的人设介绍其实是很短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好奇和被吸引的感觉，可能是出于演员的下意识，觉得这个角色会让我很感兴趣。说实话，其实我跟他有一定人格上的重合，但是呢，重合的面积大与小取决于我对这个角色的了解有多深，产生的共鸣有多大。然后，其实谢欣旭对我最难的点，是因为他是一个一开始的是没有情绪感知的人，后面慢慢的变成了有五感，然后有情绪的一个人。那首先我是一个有五感的人，那我怎么样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五感的人？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难的。然后，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完成没有情绪的，就是他控制他的表情、微表情，就是，不透露出任何的表情，然后只做有目的性的。其实不是的。其实谢欣旭前期呢，尤其是在女主吴侬雨穿到谢欣旭的梦里，然后去对他完成救赎的这场戏的时候，他已经在切洋葱的那一刻有感觉了，只是他不知道。所以他才会说出那句台词，说他们就这样躺在这里，而我呢，却流着虚假的眼泪，是不是很可笑啊？就这个台词，如果他不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他不会说出这句台词。所以说，他就像什么呢？就像因为吴侬雨对他的心脏慢慢长出了血肉，但是在他的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所以再到雨中泪那场戏的时候，当他知道啊，原来我不是靠吃药来获得情绪的，而是我真正拥有了人的情绪之后的那一种震撼和那一种不敢相信，那种开心，那种喜悦和那种感动，在那一刻完全的迸发出来。所以我认为我在那一瞬间是跟谢欣旭融为一体。其实我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很突然，因为他这个祖训是在年前发布的，然后我是年前的时候，他们说是年前12月份就要开机这样的，然后但是呢，我去发了我的资料之后没有下文了，没有下文我就以为可能没有面试上，然后这个项目就已经开机了，但是突然在3月份的时候就接到说让我试戏，然后很着急，我就录了一个试戏片段。那个时候刚过完年，他那个体重有一点往上涨，所以就很突然的进组，然后在组里面经历了非常严酷的减肥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能在剧里面看到谢欣旭是时胖时瘦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时间比较赶，然后我一直在找一些跟谢欣旭身上产生的共鸣点。这个我导演团队其实帮了我很多啊，尤其是导演还有编剧老师、制片人还有我们的策划老师，就帮助了我很多关于谢欣旭的一些人物性格和他们写这个角色的时候。希望谢欣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是在前期的时候听了一首歌，然后觉得非常适合谢欣旭，然后这首歌名我就不提了，因为会有版权的原因啊，所以在那首歌里面找到了非常大的共鸣，基本上每天都会听，然后第二天去现场的时候就会非常有感觉。我觉得转折点是在演员这条路上，可能就是方志静吧。点燃我温暖你的那个角色，因为我通过那个角色，第一，我给了我自己很大的信心，还有面对未来演员这条路的勇气。然后，因为那个角色是反派嘛，虽然被大家骂得不轻，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对我的认可啊，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其实我不是一个专业学表演的，不是一个专业学表演的演员。我是通过，其实这一点很感谢张颂文老师，因为之前跟张颂文老师上过一段时间的课程，是他帮我打开了对表演的认知，然后对表演的审美，然后帮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在打开那一扇大门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
你在一个很黑的房子里面，突然有人帮你的门打开了一个缝，然后那个阳光洒在你身上的感觉，然后我在那一瞬间也不能说是开窍了，就是突然理解演员这个2个字的重要性了和它的意义，然后再去慢慢的把自己交给生活。因为当时宋文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读书则读书，吃饭则吃饭，然后走路则走路。我当时其实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然后我有半年差不多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没有拍戏嘛，就在北京，然后我就把自己交给了生活，然后喜欢去一些街上走路啊，看一些就是行人，观察一些行人的一些动态，然后在那一瞬间突然发现了这句话的意义，就是演员最重要的不是演，而是感受和收集你人生的信息。就是当你的人生的生活收集的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在面对任何一个角色的时候，你的素材就越多。所以我觉得把自己交给生活是对自己演技打磨最好的一种方式。肯定会有压力的，而且这几年我也想过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是有问题的，我也质疑过我自己，就是对，也很纠结很焦虑。然后真正能坚持下来的真的是对表演的热爱和对演员的热爱。然后因为在北京嘛，生活呢也比较就开销比较大所以说面对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也是这层面也是很现实的。所以说我也考虑过说要不要转行，或者是要不然就去干别的。但是我说实话，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除了演员我还能做什么所以也感谢自己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坚持吧。当然能了，当然有了。就是这个低谷，其实每一个阶段都会经历一次的，因为人生就是起伏的嘛。有高处也有低谷，很正常。只不过是说看你自己如何处理这一阶段。我当时我记得我是看了一部电影，然后看了那个电影主演的一段采访，然后他就说，很多事情，不对，我是看了一本书，他说那个里面有句话是什么？他说人生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人生就是感受。要允许一切穿过自己的身体，然后也要允许它穿过你身体之后留下的一切，但你也不要回头，只能往前走。然后漫长的季节里面也有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就是范伟老师他在最后的时候说别回头往前看。我就觉得做任何一个职业可能都会面临低谷，但是我希望大家有别回头和往前看的勇气。其实我特别想挑战的是悬疑刑侦类的，还有现实主义题材，因为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型的戏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演技。我不是想去证明我的演技有多好，我是想知道我在这种戏里面能够表现出多少分，然后我知道自己哪儿到哪儿，然后去弥补自己的不足。我觉得除了德行以外，最重要的是敬畏心吧，对演员的敬畏心，还有对观众的敬畏心，还有对角色的敬畏心。我觉得有敬畏心是一件在现在当下这个快餐时代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和非常宝贵的。所以我觉得坚持自己的自卫心和保持自己的自卫心是非常重要的。真诚吧，而且我不希望跟观众之间保持很大的一个距离让他们觉得演员是要什么怎么样的，非常光鲜亮丽的。其实不是，其实在回归于生活中之后，我们还是一样的人只是说我们做的职业不一样。所以我现在跟大家保持的都是像互联网的老朋友一样所以我也会经常去跟大家留言什么的，因为他们能付出他们的时间跟精力来喜欢你，然后来发一些帖子，然后去跟你想建立一些连接和沟通，我觉得是一件来之不易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要珍惜他们的喜欢和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觉得是相互的。
哎，我就记得炽热刚播的时候啊，刷到有人叫我什么小肥心，因为那个时候有点胖啊。当然了，我也就是积极主动的去回复他们的评论，因为我觉得人家能够调侃你也是一种对你的变相的一种支持，所以我也是一种鞭策嘛啊，所以我最近也在减肥，也在那啥。本来昨天晚上想吃那个涮羊肉，然后我就发了一条那个超话说，哎呀，明天拍杂志，但是我现在贼想吃涮羊肉，到底吃还是不吃？然后下面评论基本上90%全都是别吃了，别吃了，保持瘦什么什么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没吃，感谢大家的鞭策，谢谢谢谢。我觉得不会啊，因为演方之镜的时候已经受到很多的谩骂了，比起现在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好。而且我觉得，你本来是作为演员嘛，就是会成为观众们的一些讨论的话题，我觉得很正常。我都把他们说的话对我的就是变成我的鞭策。还是不断的有新的角色、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希望我可以一直保持对演员和观众还有角色的这一份敬畏心。其次呢，就是也希望我的专业、我的演技还有各方面能够有所进步和精进。少吃多动。序言，希望大家来支持我的新歌。都挺想学会的。北京吧，不是杭州。棒球帽。谢贤旭的完美。将近48个小时，在家宅着。就是有一条剪我的从《明日之子》的片段，然后到谢贤旭的那个片段，美国往事。